有一天，你薪水刚入账，手机也刚跳出一则提醒，要记得奉献哦。你看着账户，心里咕哝，下礼拜还要交房租耶，先等一下好了，神应该不会介意吧？这个等一下，有时候变成了再说吧，最后成了忘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对神来说，这不是关于钱的问题，而是信任的问题。民数记18章21到32节中，神谈到11奉献的目的，不只是让利未人有饭吃，而是为了训练他的百姓懂得信任他的供应。在这段经文中，神指示以色列人将地上出产的1/10给利未人，作为他们在会幕侍奉的报酬。利未人则从收到的1/10中，再将其中一部分当作举祭献给神，这形成一个信任循环。百姓奉献，利未人得供应，利未人也奉献，神悦纳，百姓蒙福。Ricky 是个刚大学毕业的设计系学生，梦想是进入一家国际知名的创意公司。有天，他收到一家非常顶尖公司的面试邀约，不过开出来的条件却是无给实习3个月。什么？零薪水？ Ricky 傻眼，但想了想，这家公司履历超好看，忍一下或许值得。于是他一边在公司实习，一边晚上兼职送 Uber Eats。 但3个月过去后，实习结束了，公司给他一张感谢卡，说表现很棒，未来有机会合作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 Ricky 心中满满苦涩，我不是来免费打工的啊。后来他加入一间中型但有温度的设计公司，老板在第一天就对他说， Ricky， 我们不能给你很高薪水，但我们会让你的创意有发挥空间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公司每个月会固定拨款给3个机构，包括一个偏乡国小的设计教材的基金。 Ricky 问，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？老板笑说，我们相信若我们有能力创造，就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其实当初公司成立时，我根本没钱，是有个人匿名给我每月1万，连续支持我2年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我大学指导教授。他说，我不是投资你，我是相信你。那天 Ricky 深受感动，他突然回想起自己过去几次在教会跳过奉献的时候，心里的借口都是现在太穷了，等我有钱再给。但那一刻他懂了，奉献不是等你有余，而是从你最少的时候就开始选择相信与给出。1年后，他每月固定拨出收入的10%，资助他大学母校的奖学金计划。他不再等有余，而是从现在开始参与神的信任循环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封卡片，上面写着，
谢谢你的支持，我因为这份奖学金才继续念下去，希望有一天也能像你一样把祝福传下去。 Ricky 读着卡片，眼角有点湿湿的，他知道他成为了信任循环中的一环，神不只是供应他，他也开始成为他人的供应。在民数记18章后段，我们看到神设计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属灵经济体系，不是所有人都直接服侍神，但每个人都能透过奉献参与神的工作。你可能不是全职传道人，但当你选择忠心奉献时，你其实也是在服侍，成为那个支撑账目运作、祝福他人生命的人。神不是在逼你给钱，而是在邀请你信任他的供应。真正的自由不是全部自己留下，而是知道就算给出去，神仍然会供应。在这个以多存一点为荣的时代，神呼召我们走一条先给出去的信心之路。你不是为了打卡而奉献，不是为了交换祝福而给出，你是因为信任神，相信他的国度值得你参与，他的供应永远不会短缺。所以下一次当你收到薪资通知，或是心中浮出等一下再奉献吧的念头时，不妨想起民数记18章，那群选择把最好奉献给神的人，从神那里得着了最丰盛的生命循环。